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给大家介绍 Brain Trust 以及它的代币 BTRST。最近呢，我一直在研究在未来有潜力的一些 Web 3.0 的项目。那么在研究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项目的社区最近呢，通过并且实施了一个新的 BTRST 费用转化器。我觉得这个提案很可能对这个项目以及 BTRST 这个代币的价值在未来呢有非常大的利好，所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发现。那么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首先 Brain Trust 到底是什么？首先简单来讲的话， Brain Trust 它就是一个类似 Fiverr 或者 Upwork 那样的一个零工经济的一个撮合平台的 Web 3.0 版本。那么相比 Web 2.0 版本，比如说 Fiverr， 它到底用户还有那些雇主他为什么要选择 Brain Trust 呢？那首先对于雇主来说，他们为什么选择 Brain Trust？ 是因为他们仅只需要付 10% 的费用，就可以快速的找到一些已经被审查的一些技术或者设计方面的人才，而且他们在 Brain Trust 上面获得人才的时间比传统的平台上要更快。那么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他们为什么选择 Brain Trust？ 是因为首先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收入支付任何的费用，不像其他的平台，他们需要付出 20%、30% 的费用给这个平台。使用 Brain Trust 他们不用支付任何的费用，那而且他们可以和 Brain Trust 已经合作的一些顶尖的公司，比如说耐克或者保时捷等等的顶尖公司合作。那么作为一个锦上添花的好处，就是用户还可以获得他们的治理代币 BTRST， 那么他们也可以通过 BTRST 这个治理代币来参与治理整个平台。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平台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它是由最经常使用它的这些用户来决定的。那这就是它作为一个 Web 3.0 的平台和其他 Web 2.0 平台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目前来看，想要获得 BTRST， 可以通过邀请其他的自由职业者或者邀请其他的雇主等等这些方式来获得。那么 BTRST 目前的用途呢，主要呢是可以提高自由职业者以及雇主在平台的一个曝光量，就像其他的一些平台的一些付费广告，然后可以让雇主或者自由职业者看到自己是一个靠谱的。那么在未来呢，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或者有折扣的一些商业软件之类的。那么我觉得目前因为这个平台的人数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可能自由职业者以及雇主他还不太需要购买 BTRST 来获得更多的曝光，然后来获得岗位的优先匹配。但是如果随着未来整个网络的不断发展，以及整个社区最终为 BTRST 这个代币带来更多的实用性，那么我相信未来 BTRST 的需求应该会不断的扩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最新这个社区通过的 BTRST 转换器到底是什么，那它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点。那么简单来说，就是每次 Brain Trust 的雇主用户，他呢需要向 Brain Trust 支付 10% 的服务费。那么这笔服务费呢，就会先从美元转到链上资产 USDC， 然后呢会被提交到一个智能合约。那么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转换成 BTRST， 并且返还给 BTRST 的倒金库。那么这些在倒金库里边的 BTRST 呢，它将用于支付推荐费用以及资助社区的一些赠款，并且补充 Brain Trust 的链上的金库，从而让整个社区都受益。那这个实施呢，我觉得对整个协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我们可以在官网上看到它之前的一些数据。那目前GSV 也就是他们整个协议的总服务价值是已经达到了5200多万美金。那 GCV 也就是总合约价值已经达到了7000多万美金。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Brain Trust 总共目前只有不到5万个注册的人才，但是它作为一个 Web 3.0 的项目， Brain Trust 其实是已经在有收入的。那么
大家想想，如果从 GSV 也就是总服务价值当中拿出10%来回购 BTIST， 那么会对整个生态，会对 BTIST 的代币的价值会带来非常大的益处。我们可以来反观一下 Web 2.0 的平台，比如说 Upwork 仅仅在上个季度它就实现了9.04亿美金的收入，那 Fiverr 呢实现了2.6亿美金，那德勤在2021年实现了502亿美金的收入。我们放眼看整个全球的市场，整个招聘、人员配备以及企业咨询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大概是一个1万亿美金以上的市场。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 Brain Trust 在未来达到像 Fiverr 这样的收入级别，会对 BTIST 的价格带来多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结合这位社区成员制作的这张图，再来看一下这个 BTIST 自动转换器为整个协议带来的一个飞轮效应。那么首先呢，就是用户，也就是雇主用户，他支付10%的费用，然后在每一次合同的时候都支付10%的费用给这个节点，然后节点呢作为一个线下，也就是链下和链上之间的中间商，它收集这些费用，并把美金来转换成链上的资产 USDC， 然后呢，节点呢它将这个链上资产 USDC 转换到一个智能合约里边，然后呢会通过智能合约自动的把 USDC 转换成 BTIST， 并且呢把这笔钱转换到道的金库里边。那么这笔道的金库会支持整个网络的整个社区的推荐计划，以及网络的捐款等等等等。那么有更多的道金库更多的支持这个社区，那么就会让整个网络变得更大，并且吸引更多的用户，然后带来更多的岗位机会。那么同时就生成更多的用户带来的10%的费用。所以说通过 BTIST 的转换器，那么可以给整个社区带来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最后呢，就是我对 Brain Trust 未来的一些看法。总体来说， Brain Trust 在试图通过去中心化及用户控制协议来解决在 Web 2.0 时期平台与用户之间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来为人才招聘这一古老的市场带来现代化的改进。那 Web 2.0 时期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矛盾是天然的，随着 Web 2.0 平台的不断的发展，根本的这个矛盾它就是由资本主义来决定的，因为管理者呢他只向股东负责，而作为去中心化的平台，它由用户控制，那整个平台呢也由用户持有，为用户负责。那很有机会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呢，可以以更低的整个的网络运营成本来达成和 Web 2.0 时期平台一样的效果，甚至会看到更好的效果。那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BTIST 代币在很长一段时间它的走势都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有了 BTIST 转换器它的正式运行，那目前来看这个东西应该还是在测试阶段，那以及整个网络的 GSV， 也就是整个网络的总服务价值不断的提高，那我相信呢，这个 BTIST 的价格呢是会不断的上涨的。我个人呢是很看好这个项目，我个人呢打算作为投资者参与这个项目，也就是购买一些 BTIST。那就像我前段时间看到某位推特大佬说的那样，在2022年他只想投资那些已经产生收入，并且收入还在不断增加的协议的那些代币。那么 BTIST 就完全符合这位大佬所说的一个合格的投资标的。最后，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如果有问题想要和我讨论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